一部只有3集的战争题材作品，能够在上线之后快速引发讨论，本身就说明它触碰到了观众近年来对于战争片的新期待。过去提到战争题材，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宏大的战争场面、激烈的枪战冲突，以及一个个能力超强、勇敢无畏的英雄人物。这类作品能够带给观众热血和震撼，但随着类似题材不断增加，部分观众也开始期待看到更加真实、更贴近普通人的故事。而莫德贤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没有把重点放在英雄如何创造奇迹，而是放在普通人在战争中如何活下去。故事里的主人公和很多普通人一样，没有特殊身份，也没有改变时代的能力。他原本只是一个想守护家庭、过简单生活的普通人。在战争面前，他和所有平凡百姓一样，会害怕，会犹豫，也会想逃避。但正因为这种不完美，反而让角色更加真实。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传奇人物，而像是在历史长河中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。他可能就在某个小镇生活，可能也曾经害怕过战争，也曾经幻想过和平。这种叙事方式其实也是近年来国产战争题材的一种变化。从过去强调英雄光环，到如今更加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选择，观众对于战争故事的需求正在发生改变。战争并不是只有战场上的胜负，也不是只有英雄人物的荣耀。真正的战争会影响每一个普通家庭，会改变无数普通人的人生轨迹。莫德贤能够引起关注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一点。他没有单纯制造战争的刺激感，而是试图让观众看到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恐惧中寻找勇气，在绝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。这种从小人物出发的表达，让战争题材不再只是历史的展示，而成为一段能够触动现代观众内心的情感故事。如果说莫德贤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，那么主人公莫德贤的成长轨迹一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。因为他并不是观众熟悉的那种传统英雄。很多战争作品中的主角一登场就拥有坚定信念、强大战斗能力，以及面对危险毫不退缩的勇气。他们像是天生为战场而存在的人物。但莫德贤完全不同，他的身上有很多普通人的缺点。他胆小，怕承担风险，也希望能够远离危险。他最开始的愿望非常简单，并不是拯救世界，也不是成为英雄，而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家人，让一家人在混乱的时代里继续生活下去。正是这种普通人的想法，让角色更加具有真实感。因为现实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面对困难的勇气。很多时候，勇敢并不是因为不害怕，而是因为有必须守护的人和无法逃避的责任。莫德贤的变化，就是从一个想躲避战争的人，逐渐成为一个愿意面对战争的人。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在一次次经历中慢慢形成。他可能依然会害怕，依然会犹豫，但他开始明白，有些事情不是逃避就能解决。这种人物成长，比一个完美英雄更加容易打动观众，因为观众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。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遇到困难，也都会经历害怕和迷茫。但真正重要的是，在关键时刻是否愿意承担责任。莫德贤塑造的不是一个没有弱点的英雄，而是一个拥有弱点，却最终选择勇敢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认为，这样的故事更加接近真实历史。因为真正经历战争的人，大多数都不是传奇人物，而是普通百姓。他们没有超能力，没有完美计划，但他们依靠自己的坚持、智慧和信念，在时代洪流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。作为拥有较高关注度的演员，肖战出演战争题材作品，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声音。支持者认为，演员尝试突破舒适区，挑战更加复杂的角色，是成长的重要表现。质疑者则担心，流量演员是否能够真正驾驭严肃题材。这种争议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娱乐圈。很多年轻演员在尝试正剧、
历史剧或者现实题材作品时，都曾经面对类似的问题。而评价一名演员，最终还是应该回到作品本身。从角色塑造来看，莫德贤并不是一个依靠外貌吸引观众的角色，他需要展现的是普通人的疲惫、害怕、挣扎，以及面对困境时逐渐产生的责任感。如果演员只是依靠个人魅力，很难支撑这样的角色。因此，观众真正关注的，并不是演员有没有流量，而是他是否愿意为了角色改变自己。对于肖战来说，选择这样一个并不讨巧的人物，本身就是一次新的尝试。其实，莫德贤受到关注，也反映出了近年来观众审美的一种变化。过去很多战争作品强调的是英雄传奇，而现在越来越多观众开始期待看到更加真实的人物。他们希望看到英雄成为英雄之前的普通模样。他们想知道，一个害怕的人为什么最后选择勇敢？一个只想保护家庭的人，为什么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？这些问题比单纯展示战斗场面更加能够打动人。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胜负故事，它背后有普通人的痛苦，也有普通人的坚持。如果一部作品能够让观众感受到历史中的温度，让年轻观众重新思考战争与和平的意义，那么它就拥有了超越娱乐本身的价值。近年来，流量演员出演正剧一直是热门话题。有人认为，演员拥有大量粉丝，可以帮助更多人关注优秀作品。也有人认为，严肃题材更需要实力，而不是明星效应。其实，这两个观点都有一定道理。影视作品最终能否成功，不能只依靠演员的人气，也不能只看演员过去的标签。真正决定作品质量的，是剧本、导演、制作团队以及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比起讨论流量2个字，更重要的是回归作品。如果演员能够通过角色证明自己，那么流量也可以成为传播好作品的力量。如果只是依靠热度而忽略作品质量，那么观众自然也会给出评价。所以，莫德贤的出现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市场和观众的双重检验。目前来看，莫德贤带来的最大价值，并不只是短时间内的热度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更多人重新讨论战争题材还能怎样创新。战争片不一定只能依靠大场面，也可以通过普通人的经历打动观众。一个小人物的选择，一次普通人的坚持，也能够展现时代的重量。当然，每一部作品都会有人喜欢，也会有人不喜欢。不同观众拥有不同审美，这是影视市场正常的现象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，一部作品是否能够留下思考，是否能够让观众在观看之后产生情感上的共鸣。如果莫德贤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表达方式，那么他或许会成为近年来战争题材探索中的一次有意义尝试。你觉得莫德贤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是肖战对于角色的突破，还是这种从普通人视角展开的战争故事？如果让你评价这部作品，你认为它有没有改变你对传统战争片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感谢每一位观众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